，Kebaya 不是一个 fast fashion， 它是慢工出细活的一个衣服来的，所以不可以以 fast fashion 的价位来放一个价格在上面。比方说从工厂来的那种，我们有卖差不多新币138，量身定做就比较贵了，简单花800多块，比较复杂花一点就1000多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和泰国联合提名的东南亚妇女传统服饰卡巴雅，经过2年多历程，在12月4号正式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家对快时尚习以为常的现如今，还有多少人懂得欣赏传统服饰的美？一般民众愿意花多少钱买一件卡巴雅？我们走上街头，听听公众怎么说。Do you know what is this costume called? Batik。这个Kebaya是这个新加坡的 SIA 的啊，我们也想穿吧，穿不下。Actually, my wife is a ex-SQ crew, so every time I pick off, she go to work, she wear this one. My mom and my grandma has, because my grandma is Peranakan, so I'm Peranakan as well. I would buy like a cheongsam for like Chinese New Year. But I think maybe because there's no like Peranakan official day, so there's like no day to really like celebrate the culture. That's why I never thought of getting a kebaya myself. 身材不会穿起来不会好看的，身材美才可以穿的。It's very hard to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ctually wear all this out, yeah. 就女生穿上这么美的 kebaya， 所以她需要 prim and proper， 因为是一个裙子，而且是一个很紧的裙子，所以你可能要好像比较淑女这样才可以 carry off 这种 costume. Singapore now it's really hot and you know the sleeve and yeah, but maybe people can wear in like special occasion, you know, like in Japan people wear kimono like when they turn 20. In Thailand too we wear traditional clothes like in our wedding days and stuff like that. So yeah, maybe not like every day, but maybe you can, you know, wear it like in some special even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ow much do you think you are willing to pay for a kebaya? Maybe under 50. Kebaya 多数很贵哦 ，around $200。我不愿意花这样高 below 100啦。Yeah, below 100 对。I know kebayas can be quite expensive, but if I were to buy one, I want to invest it for the long term. I don't need like a few, right? So maybe I'll get one, maybe 70 to 100. I'll buy. 500? It should be more. That looks expensive. But like that's how much I'm willing to pay. Ah, you're willing to? Yeah. I think that kind of stuff cannot be made at factories usually, like made by hand. So I think then thinking about the Singapore is in a high wage. I think it's not $500. Like should be at least 1,000. 通过街头访问，不难看出，不少民众没有信心穿卡巴雅出门，也不愿花高价购买。这些都是卡巴雅的文化传承所面临的挑战，而卡巴雅申遗成功，无疑将带来全新的机遇。从事娘惹刺绣20年的黄俊荣也在重新思考，接下来该如何迎合年轻人的审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觉得 kebaya 一定要有身材好的才能穿，其实这个是个很大的误区如果你看过老一辈人穿的 kebaya 的时候，他们身材也不是苗条淑女的身材他们也是有点 plus size 我是觉得各种各样的身材都可以穿，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很沉稳、很高贵、很美。近年来我们有些新加坡女生，她们叫我们做的 kebaya 其实是做那种无袖或挂巾halter cut 的衣服，因为在他们眼里是 kebaya 最美的部分就是在它的婀娜的 cutting， 会比较符合我们当代的年轻人的口味，穿出去又很美，但是又不会觉得很热，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衣服上面有所一些改良。通常 kebaya 是指上衫，所以通常如果你听人家讲说 sarong kebaya 是指裙子跟上衣的意思。我们的娘惹服装，它的衣服的裁剪就是后面稍微短，前面就会稍微长。因为50年代的时候，女生都很喜欢穿束紧衣，显得比较婀娜的感觉，所以当时的 kebaya 就会比较短款，然后比较修身。然后那我们土生华人呢，因为我们喜欢刺绣，所以我们会把衣服上面点缀一些刺绣啦，有菊花、牡丹、凤凰、蝴蝶等等的设计。
当时2008年的小娘惹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来我们这里呢说我要穿像小娘惹的衣服。那是2008年过后，09、10、11年的时候，生意特别好，可以看得出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个所谓的88文化。在国内已经开始兴起一个小娘惹的潮流。穿着娘惹装的小姐姐们来到这边打卡拍摄。听说泉州除了巡捕簪花，还有武林娘惹文化，非常值得体验。今天我就要去武林当一天南洋千金了。他们所穿的娘惹服装，老实说是跟我们东南亚的娘惹服装的标准是天壤之别。穿个拜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喜欢放簪花。其实簪花是福建那一带的一个传统法式，我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也是蛮有创意的。妈妈吃饭，大伯吃饭。下来的几个月呢，我是觉得会有很多新加坡人对小娘惹这部剧开始有兴起来一个新的潮流。那我呢，本身呢，从今年的1月就开始帮翡翠山的7位女演员制作他们的娘惹西服，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属于比较家居穿的衣服，所以我们设计的衣服都是比较简单化，给它那种古董的风味。我希望翡翠山这部戏会像《延禧攻略》这样。人家看到这部衣服说，娘惹装不单只是裁剪美，穿得婀娜，它还有更深的一个层次，就是它的衣服有这个设计，是不是这个人物有幕后的一个情节？是绣吗？或者加？Kebaya不是一个 fast fashion， 它是慢工出细活的一个衣服来的。工业针车它没有办法车镂空绣花，因为它速度太快了，针线一直断。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得要用那种家庭针车来缝镂空绣花，手工慢慢摇，才摇得出它的美。做这个手推绣，我们也有一个讲究，就是我们做前面跟后面要一样的美。因为早期的娘惹Kebaya，古董的Kebaya，前面的部分比较长比较尖，所以以前好像风吹的时候它的衣服是会轻轻的飘的，所以他们就会说要前面跟后面一样美，才会显得衣服好看。我们有分成成衣跟量身定做。那成衣呢，比方说从工厂来的那种，我们有卖差不多新币138，但是比较好的品质的价格是从280到580。但是量身定做就比较贵了，因为我们都是算本地的工钱嘛。所以一件衣服可能简单花800多块，到比较复杂花一点就1000多块，1500多。我倒是希望下来的几个月生意会慢慢起步啊。因为老实说，如果年轻一代不想要穿Kebaya，那我们这些传统服装的生意还需要保留吗？但是我们是希望真的是可以保留给新一代的年轻人可以继续穿，所以我倒是希望这个 inscription 会让更多新加坡人想要穿娘惹Kebaya或马来装。